一个曾经权倾天下的家族，为何2代领导人的灵柩至今依然飘零异乡，无法入土为安？一个本该子孙满堂、福泽延绵的王朝，为何第3代男丁却如同被命运诅咒一般，接连暴毙，无一善终？大家好，我是厚朴，有佛法就有办法，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影片，我们就将揭开蒋氏家族最为核心的谜团，从蒋经国先生的魂归何处，到他5个儿子的悲剧人生，探寻那只在幕后拨动命运罗盘的无形之手。这其中的故事，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曲折和发人深省。提起蒋家，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那2位至今未能下葬的时代强人。1975年清明，蒋介石先生离世，留下遗言，棺椁暂错台湾慈湖，期望有朝一日能落叶归根，归葬于浙江奉化溪口的老家。那里山清水秀，风水格局极佳，是他认为能让家族香火永续的龙脉之地。13年后，1988年，他的儿子蒋经国先生也带着同样的遗憾离世。他同样嘱咐家人不必急于下葬，将灵柩暂错于离慈湖不远的头寮。父子俩就这样在风景酷似故乡的异地，静静地等待着一个归家的时机。然而岁月流转，时局变迁，这个看似简单的愿望却成了遥不可及的梦。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入土为安是人生的终极大圆满。尘归尘，土归土，灵魂才能安息，对后代子孙的庇佑才能稳固。若是长期停棺不葬，灵柩悬浮，则意味着逝者心愿未了，灵魂不得安宁。这种状态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煞气，直接冲击着整个家族的气运。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浮现了，既然肉身无法安息，蒋经国先生的灵魂，在他离世之后，究竟去了6道轮回中的哪一道呢？是已经转世投胎，还是在某个我们看不见的空间里，继续背负着他未尽的使命与遗憾？关于这一点，坊间流传着2种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相互矛盾的说法，让这件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第一种说法来自于一位自称有通灵能力的人士。他说，在2009年的一个凌晨，他接收到了一个清晰无比的讯息，蒋经国已经重返人间，并且就出生在台湾。这听起来似乎是个好消息，但接下来的内容却让人心情沉重。据这位通灵人所言，转世后的蒋经国是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宝宝，并且天生只有1条半的腿，注定一生凄惨坎坷。为什么要以这样的形态重返人间？通灵人解释说，这是为了了结姻缘，偿还他前世所造下的种种罪恶与业力。曾经的万人之上，如今的残障之人，这种巨大的反差，无疑是对因果报应最残酷的诠释。他将不再记得前世的辉煌，只能在今生的苦难中独自挣扎。这个说法充满了宿命论的悲剧色彩，让人不寒而栗。然而，另一位精通塔罗占卜的老师却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他通过感应和占卜得出的结论是，蒋经国先生并未转入人道，更不是去了佛国净土，而是进入了阿修罗道。阿修罗道是什么地方？在6道轮回中，它属于3善道之一，身处其中的众生享有的福报很大，甚至超越了人道。但是阿修罗道的特点是充满了嫉妒、傲慢和争斗，
他们有天人之福，却没有天人之德。这位占卜师认为，蒋经国先生之所以会去往阿修罗道，或许是因为他生前虽有功绩，但内心深处对于权力的执念，以及那种不容他人挑战的嫉妒心和占有欲，将他引向了这个充满斗争的世界。一个说他成了偿还业报的残疾婴儿，一个说他成了继续争斗的阿修罗。两种说法都指向了蒋经国的灵魂并未得到真正的平静。究竟哪一种更接近真相，我们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哪一种结局，都预示着一种不圆满。而这种不圆满，似乎也精确地投射到了他留在人间的子孙后代身上。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命运的洪流从不因一个人的地位高低而有所偏袒。蒋经国先生一生为台湾的建设殚精竭虑，但他身后的蒋家王朝却在他撒手人寰之后，以惊人的速度分崩离析。而这场崩塌最直接、最惨烈的体现，就在他5个儿子的命运之上。都说虎父无犬子，但蒋家的3代男丁却上演了一出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蒋经生前共有5个儿子，3个是与夫人蒋方良所生，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3兄弟，另外2个则是他与情人张亚若所生的一对双胞胎，长期流落在外，随母姓张。这5个儿子本该是巩固蒋家基业的5根顶梁柱，然而历史的剧本却为他们每个人都写下了截然不同的悲惨结局。作为蒋家的嫡长孙，蒋孝文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寄予了无限的厚望。他的爷爷蒋介石对他更是宠爱到了极点，几乎是有求必应。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蒋孝文，养成了唯我独尊、骄横跋扈的性格，逃课、打架、夜不归宿都是家常便饭。蒋经国望子成龙，对他严加管教，可每次教训儿子，都会被护孙心切的蒋介石拦下。蒋介石不关心孙子的学业，反而更看重他的军事才能，甚至送给他各种武器，鼓励他练习枪法。有一次，年少的蒋孝文心血来潮，竟拿着左轮手枪对准爷爷身边的一名卫士，砰地开了一枪，正中肺部。万幸的是，卫士抢救了回来，但落下终身残疾。如此大祸，最后也被蒋家动用权力压了下去。被送到美国后，蒋孝文更是变本加厉，因为违规驾驶被告上法庭，甚至谎报钻戒失窃骗取保险金而被捕入狱。一桩桩丑闻让他成了美国移民局最不受欢迎的人，最终被驱逐出境。回到台湾后，蒋经国为他安排婚事，希望他能收心。可蒋孝文依旧我行我素，终日花天酒地。由于家族遗传的糖尿病，加上他常年无度的生活，35岁那年，他的记忆力开始严重衰退。最终，他在病床上一躺就是19年，成了一个只有呼吸的植物人。1988年，蒋经国去世。仅仅第2年，这位曾经被视为蒋家第1继承人的长子，也在昏迷中走完了他荒唐而悲哀的一生，年仅54岁。一个本该继承大统的太子，最终却以废人的身份收场，这是蒋家悲剧的第1个音符。大哥不成器，所有的希望自然就落在了二公子蒋孝武的身上。与哥哥的胸无点墨不同，蒋孝武从小就聪明伶俐，鬼点子多，
深得蒋介石的喜爱，说他眼睛动不动就眨呀眨的，一看就是个鬼灵精。蒋孝武也确实有才华，学习成绩优异，一路读到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他好胜心极强，看着不学无术的大哥，心中早已立下取而代之的决心。随着大哥彻底沦为废人，蒋孝武顺理成章地被当作了蒋家的第2代接班人。然而，野心是一把双刃剑，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蒋家的地位已不如从前。年轻气盛的蒋孝武，为了尽快在政坛站稳脚跟，开始接触情报机关，甚至与黑社会势力勾结，试图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来巩固权力。结果，他这步棋走得太急，也太险。一场震惊海内外的江南案，让他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这件事不仅让蒋经国陷入了巨大的政治被动，还得罪了美国高层。为了给各方一个交代，蒋经国不得不忍痛将这个他寄予厚望的儿子外放，派往新加坡。从此，蒋孝武的政治生涯戛然而止。在蒋经国去世后的第3年，正当他准备在商界大展拳脚时，却因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年仅46岁。他的悲剧在于，他拥有匹配野心的才华，却没有等到施展才华的时机，最终成了家族政治斗争中的一枚弃子。相比2个哥哥，小儿子蒋孝勇要安分得多。他似乎从小就看透了政治的残酷，对权力毫无兴趣。蒋介石曾想将他培养成一名职业军人，但他在一次训练中意外受伤，也断了从军之路。于是他选择了一条离政治最远的路——经商。蒋孝勇确实有商业头脑，年纪轻轻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在蒋家的3个婚生子中，他度过了一段最安逸、最无忧无虑的时光。然而，身在蒋家，又怎能真正的远离漩涡中心？随着父亲和哥哥们相继离世，重振家族的重担，最终还是落在了他这个曾经最想逃离的人肩上。但当时的政治环境早已掀起了批蒋的浪潮，蒋孝勇成了众矢之的。他提出将父祖灵柩移回大陆的建议，也遭到了党内巨大的反对。心灰意冷之下，蒋孝勇选择移居美国，彻底告别政坛。可命运似乎早已为他写好了结局。1997年，蒋孝勇因病去世，年仅49岁。他努力了一生，想摆脱家族的政治宿命，最终还是英年早逝，未能幸免。如果说蒋经国这3位嫡子的悲剧是豪门内部权力斗争和时代变迁的必然结果，那么他另外2个流落在外的儿子，他们的故事则更充满了命运的讽刺与无奈。他们就是张孝言和张孝慈，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的母亲张亚若是蒋经国在赣南时期的恋人。由于当时蒋经国已有家室，这段感情以及这2个孩子的存在，始终是一个不能公开的秘密。因此，他们只能跟随母姓。在他们出生后不久，母亲张亚若便离奇去世。兄弟俩自小由外婆抚养长大，生活极其清贫。他们的衣服总是打着补丁，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然而，与那3位养尊处优的哥哥不同，贫困的生活反而磨砺了他们坚韧的意志。兄弟2人学习都异常刻苦，双双考入名牌大学，毕业后凭借自己的努力，在政界和学界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全台湾的人都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但那扇紧闭的蒋家大门却始终没有为他们敞开。他们是血缘上的亲人，却是名义上的外人。蒋经国在世时，或许是出于对夫人蒋方良的愧疚，从未公开承认过他们。1988年蒋经国去世，兄弟俩甚至没能受邀参加父亲的葬礼，他们只能趁着深夜偷偷跑到停放遗体的地方，跪在冰冷的地面上，向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父亲磕了几个头。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认祖归宗。为此，张孝慈辞去所有职务，一心回到大陆寻找证据。不幸的是，就在他为认祖归宗奔走之时，却在1994年因病去世。至此，蒋经国的5个儿子已经有4个接连离世，只剩下张孝言独自扛起了认祖归宗的重任。直到2004年蒋方良女士去世，他才终于得以正式改姓，名为蒋孝严，带着弟弟的灵位回到了蒋家。然而，此时的蒋家早已不是那个显赫的王朝，5位公子，4位早逝，1位历经坎坷才得以归宗。蒋家的男性血脉凋零至此，怎能不让人唏嘘？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蒋家父子为何停棺不葬？蒋家第3代为何结局如此凄惨？从现实层面看，是政治的变迁和历史的无奈；但从另一个维度，从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气运和因果来看，这其中是否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祖坟风水讲究的是庇佑子孙，如今2代先人悬棺未葬，如同家族的根无法落地，气运不稳，是否也预示着后代的漂泊与坎坷？蒋孝文的放纵，蒋孝武的野心，蒋孝勇的无奈，以及蒋孝严兄弟的挣扎，他们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像是在偿还着家族在巅峰时期欠下的某种债。权力的过度集中必然带来教育的失衡，政治斗争的残酷必然会反噬到最亲近的人身上。蒋家王朝的兴衰就像一部浓缩的历史大剧，它告诉我们，没有任何财富和权力可以永恒。当一个家族的气运达到顶峰之后，若没有相应的德性去承载，那么接下来的可能就是无法逆转的衰败。风水轮流转，天道有轮回。蒋经国先生晚年开放探亲，推动经济，为台湾民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作为父亲，他却亲眼见证了家族男丁的凋零。这或许就是命运最大的吊诡之处，他赢得了深厚的赞誉，却输掉了家族的未来。蒋经国的经历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在追求财富和地位的同时，我们又该如何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积累真正的福报呢？这个答案或许就藏在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这句古老的智慧之中。不执着于吉凶的表象，借风水的智慧化解生活的困顿。如果你也在寻找破局的力量，请订阅般若语，并分享给你的朋友。